再下来查合冲，空破都查完了，空破大家搞清楚没有？然后讲合冲，合冲指地支的合与冲，而非天干的合与冲。我们纳甲里面讲的合冲都是地支，天干不论。地支合有2种，双支合与三支合。地支冲紧一种就是双支冲，地支合，这就是地支的合。如何查双支合？你看这张12地支表，斜线就是合，子丑合、寅亥合、卯戌合、辰酉合、巳申合、午未合。这个要不要记呢？大概的记一下，然后用着用着你们就跟它很熟了。这个地支叫六合图，它是6个合嘛，1合、2合、3合、4合、5合、6合，12个地支嘛，两两相合，12个地支就是总共有6对合。此6对双支合出现情形，防4类9种。6对双支合有4类9种，第一种就是月合动，就月见和动摇的合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。月见和动摇的合，月合静、月合动、月合化，就是月的地支和动摇的合和静摇的合，还有和化摇的合都要查出来。合什么意思？合一个是会把一个衰的爻合旺，月合啊会合旺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如果这个动摇被它合住了，它就动不了了。就一个动摇被合住了，就是跟打架被人家后面抱住了一样，它就动不了了。所以说这个情形非常多，它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事情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，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影响它。你要把这些因素都要捋清楚。就是月合，第一类月合就是月见和爻地支的合，有3种：月合动、月合静、月合化，这个表格上都有。然后第2类是日合，那显然是日合动、日合静、日合化。化就是化爻，动静指的是本卦的6爻。本卦6爻里面有动爻有静爻，它被日合，都叫日合。那有的合动，有的合静，合动合静不一样，静则合起呀，动则合度，能不能理解？静的爻它被它合，就有点起来了，有点动起来的味道。好比你躺在床铺上，我把你抱起来，叫做静则合起，动则怎么样？合住。你是动摇，你会去克别人，但是你被合了，你克不了他，你一时半会你被拖住了。所以大家看到月合，动摇被合住了，那么动摇克的那个就暂时你放心了，但是不是说你就脱离险境了，他一旦被冲又来克你了。就是我们有一些事情就对我们不利的事情，暂时被某一种因素给合住了，但是这种因素仍然存在，你要搞清楚这个问题。就是这个危险始终都在，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会落下来，什么时候落下来？你要看这个合它什么时候被解掉，这个合不合了，它就落下来克你了。所以说月合也好，日合也好，都要看清楚。然后呢，第3类叫爻合，就爻跟爻之间可以合，即爻与爻地支合有2种，一种叫2个动爻合，一种叫动化合。就动爻和化爻是合的，自己画出来的爻跟它是相合的。另外一个是2个动爻是合的，2爻皆静或一动一静皆不能合。大家记住，2个爻都是安静的，合不了；一动一静也合不了，它必须是2个动爻才能够合。一动一静不是合不了，一动一静就是有合的意愿，但合不成。这个是第3类。第4类是卦遇6合，即本卦之卦1或2者是6合卦。6合卦，我们64卦当中有8个6合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些卦都是这个6合卦。6合卦意味着什么？比如说你看婚姻，6合卦基本上不用看，婚姻很好。看家宅风水，尤其是看阴宅风水，碰到6合卦就万事大吉。你如果6合卦变成6冲卦，原来很好，现在变得很糟糕；6冲卦变成6合卦，原来很糟糕，现在变得很好。所以说有时候看卦，你看这个6冲6合就可以有结果了，就可以大概有结果了。比如说你占阴宅，就是6合变6冲，原来很好，现在变不好；或者原来6冲，现在变6合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山体运动啊，或者是周边的建筑物改变啊，这个树木啊，原来很糟糕，现在变得非常好，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啊。6冲6合是最容易断一个事情的结果的。打官司是坏事吧？一开始6合，6合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你被官司缠身了，官司缠身就是六合，六合化六冲很快，这个官司很快就了了，所以六冲六合很重要。六冲卦和六合卦都是清清楚楚的，我们在集赞图底下都有标，大家看看，注意看一下，集赞图下面就有这个六冲六合卦。然后接下来看这个三支合，就合有两种，一种是双支合，一种是三支合。三支合就像就四个，一种叫申子辰合，一种叫寅午戌合，这个巳酉丑合，亥卯未合，这个大家确实要记。这四组合，你看就在这里，比如说亥在这里，亥卯未，这个三个地支的合，合成了什么呢？亥卯未合成了木，都是合成了中神呐。你看申子辰合就合水局，寅午戌合就合午局，午就是火局，这个巳酉丑就是合成金局，亥卯未就是合成木局，就三支合是这种状态，一定要给它查清楚。这个它有5种情况，第一种就是月日合，月和日如果是冲，月日是不能冲的，月日合是一个月日在一起的唯一的一个情况。月日合就是月和日和动摇和化爻的合，比如说爻在这里，然后这个爻月跟日都跟它合，一般情况下这个爻是什么呢？是中神。比如说亥卯未，它是卯，然后月日是亥未，最好是这种情况，就这种情况才是比较自然的，比较正常。第一类两种叫月日合，即月见日辰和动摇化爻的合，就是一个爻或者是动摇或者是化爻被月和日给合住了。比如说刚才说的亥卯未这种合是不能够颠倒的啊。这种合我们讲出来的时候，你不能说卯亥未就不对了，一定要说亥卯未。它的合中间的这个叫中神，什么意思呢？卯是木吧，就亥卯未这三个地支最后合成了木，合成了木局，这个就是要记住哦。卯木大家都知道，卯是木，就亥卯未这三个地支是合成了木局。第一种是月日合，第二种呢月合，第三种是日合，这个都很简单，月合日合嘛，就是月见和两个动摇的合，日辰和两个动摇的合。三合也是，三合的两个地支在卦里面一定要动摇，你如果是静爻就合不成，一定要动摇。然后第四类叫爻合，爻就是三动合，叫三动合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内卦出爻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这个动摇，这个也是动摇，然后动化出来的一个爻，这三个爻是合的，就是下卦出爻三爻动与一化爻合，叫做内卦合。还有外卦合，内卦和外卦合我就见到过一种，就是内卦合跟外卦合。有一次就是两个村庄打架械斗，集体械斗，它就是内卦合和外卦合对冲，一个金一个木，结果就是金克木嘛，就把那个木给打得落花流水。就是内卦和外卦合，它是在这种极端的特殊的状态下它是可能出现的，就是内卦合对外卦合。你是很多人，我也很多人，这个是内卦和外卦合。内卦和外卦合就刚才说的就这种情况。还有第五种就是叫做二代一合。什么叫二代一合？就是我两个动摇，月日不是跟我合的呀，但是我等着流年流月来，能不能懂？就是两个动摇，卦里面有两个动摇，这两个动摇，比如说这两个动摇，一个是亥，一个是卯，没有了，未没有出现，那么我们就等着流月或者流日，就是进行中月日会出现吗？它总会出现吗？这个未总有一天会出现吗？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三合。这个是什么情况呢？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那边酝酿着，等着时间，就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等这个未地支、未月或者未日，等这个地支出现的时候，它就会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。但是现在它还没有合成，但是它是有这个合的基础的，就是两个已经动摇动起来了，就等着流月或者流日出现。一旦出现，它就合成了。这个卯木如果又是万象呢，就合成了，那就是铺天盖地的那种力量。所以说我们掌握纳甲，实际上就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。这种力量是哪里的？你知道有这种力量可能会发生，然后你就要开始警惕你就开始去琢磨它呀。这就二代一合，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当然也有的是刚才说的月日合月合日合，它马上就有了，在卦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。
它跟月本来就是合的。刚才说的这个月合是月见和两个动爻的合，比如说这两个动爻，今天的月见就是跟它合的呀。所以说它这种很大的力量，它是现成的，它现在就有了，它不要等。这个是合，双支合和三支合。接下来查冲，就地支六冲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到冲了没有？地支六冲，冲呢就有6种，冲就有6种，6对冲。你看子午冲，反正就经过圆心对角线啊，子午冲、丑未冲、寅申冲、卯酉冲、辰戌冲、巳亥冲，就是6冲。这个6冲都要查出来。第一类叫日冲，对日冲，第一类叫日冲，即日辰和爻地支冲有3种，叫日冲动爻、日冲静爻、日冲化爻，只有这3种嘛。静爻、动爻都是在本卦里面，它是动爻被日冲就叫日冲动，静爻被日冲就叫日冲静，化爻被日冲就叫日冲化。第二类称爻冲，为什么没有月冲在这里？月冲就是月破，已经查过了，不要查了。然后第二类称爻冲，就是爻与爻地支冲有3种，一种叫两动冲，一种叫动静冲，一种叫动化冲。动化冲就是动爻和化爻冲，它画出来的爻跟它冲，这是一种冲。还有一种就是动和静冲，动静冲可以冲得成的，动静合不成，动静冲可以，它动爻去冲那个静的爻可以冲，所以说动静冲。两动冲，两动冲就是两败俱伤，两个人就跟两头牛对撞，如果能量他们两个能量差不多的话，就是两败俱伤。这是冲有这么多，日冲还有爻冲。第3类叫卦逢六冲，这个已经说过了。卦逢六冲，六冲卦就除了8纯卦之外，就是大庄卦和无妄卦。8纯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8个卦，这个六冲卦是10个哈，就是除了8卦之外，除了8纯卦之外，大庄卦和无妄卦都是六冲卦。刚才说了，六冲卦很能说明问题。我们起卦碰到六冲卦或者六合卦，就是说明说我们要断的这个事情的趋势是很明白的。刚才说的婚姻，六冲化六合，原来跟冤家天天吵，后来越来越好。六冲化六合，两个村庄也是，两个村庄这个也是斗得一塌糊涂，4代冤仇，到后面越来越好，就六冲化六合。那六冲化六冲就是从头坏到尾呗，断婚姻肯定离婚了，断家庭也是很不利的，断家宅风水碰到六冲卦也是很不利，除非你结构非常好，非常万象，我六冲我扛得住，也有这种情况。比如说有的人断婚姻断到了乾卦，大家知道乾卦是六冲卦，但乾卦里面也有圆满的这种象，就是你要是要那个万象啊，就是你六冲你经得住，就是两个人的爱情虽然是很多波折，但是越挫越好，也有这种情况。就六冲卦你要能够扛得住六冲，你就还是可以的，结果还是可以的。所以六冲六合这个都要搞清楚。然后冲之特殊情况，大家看那个集战图，就除了冲之外，集战图各位这样看，你看冲第5那个冲有日冲动、日冲化、两动冲、动静冲，后面有日冲静，还有动化冲，就是6和7，这个都是冲，实际上都是冲，但是他们那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哈。就是冲之特殊情况叫做日冲静和动化冲。日冲静呢就是2种，一种叫暗动，一种叫日破。什么叫暗动？就是你是静的爻，但是你是万象的爻，你被日冲的时候就叫暗动。暗动跟明动是一样的结果，一个卦里面是静卦，然后一个爻暗动，这个卦就变成了什么卦？就变成了动卦，就是瞬间情况就发生了这种变化。原来是静卦，6个爻只要它是旺的都可以互相作用，但是现在有一个爻暗动呢，那只有这个爻是动爻，其他的都是静爻，其他的静爻就失去了它的这个能力了。静爻啊，在一个动卦里面，静爻是没有能力去动爻的，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。静爻你是安静的嘛，你是没有能量的，虽然你旺，它就一定要动，动起来才有力量，你不动就不行。就是日冲静有2种，暗动与日破。被日冲之静爻旺即暗动，衰即日破。日破跟月冲实际上月冲的更厉害，月冲的更厉害。实际上日冲就是你当天或者说眼下你就被冲，也有分很多种情况，就是如果你有出万象的，日破就没有什么万象，就衰了。就是如果你万象的冲，就会被冲动。冲啊，冲一个爻，这个爻如果是旺的叫冲动，冲动就是什么？就是产生位移啊，是不是产生位移？你是旺的嘛，就跟一个石头
被人家踢了一脚，他就滚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如果是摔的，是什么情况？摔的叫冲散，就一堆沙被人家踢了一脚就散了嘛，就是它不会产生位移，它会散了，散了就是你完全没有用了。比如说你的一件事情，如果是很衰又被冲散了，就是你这个事情完全就没有了。你婚姻哪有婚姻？婚姻散了嘛，是不是？哪有仕途？没有了，你被冲散了嘛，你很衰被冲散了嘛。所以说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细节。然后呢，静爻一旦暗动，即与动爻无异，这个一定要清楚。即与动摇无异，暗动极易被忽略，然其往往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。我记得印象很深，若干年前有一次断一个人死刑，后来一个爻暗动救了回来，就是临上刑场的时候，因为爻暗动，就是临上刑场的时候紧急命令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紧急命令说终止死刑，事先都断出来会有这种结果，就是因为个暗动的爻，我印象非常深。很多年前，暗动大家一定要不能忽略。暗动的爻，很多人对暗动有很多不合理的这种论断。首先，这个暗动的静爻必须是万象的，它如果衰了，它就破了，它就没有用了。暗动没有用，你暗动了干什么呢？暗动它一定是要有力量的，它一定是石头，它不能是一团沙子。就是石头被日冲的情况下，它发生位移，发生位移就是有力量，它可以作用于别人。所以暗动一定是万的爻，有力量的爻。它如果衰，那不能叫暗动。很多人说所有的日冲的都叫暗动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暗动大家特别重视这暗动，尤其是静卦的时候有暗动，那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暗动的爻上，它就是变成一爻独动了。动化冲即动爻与化爻对冲，动爻与化爻对冲，就是子化午，午化子等，叫反盈。一个叫反盈，一个叫浮盈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这个爻变出来的爻跟它是冲的关系，是对冲的一种关系，比如说子午，子化午，午化子，这叫反盈。这两个爻是对冲的关系，是反盈。反盈是什么概念？比如说你生病了，断生病，就是你始终辗转病榻好不了，反盈就是反反复复就好不了。古人说反盈浮盈，气下凌凌啊，就是反盈浮盈会把你搞得非常烦，这几年你就是病，没别的事儿。比如说站调动啊，站调动，你调去调回，调去调回，就始终跟那个钟摆一样，反应就是跟钟摆一样的，就长期你看一个人或者一件事，长期让你这样摆这样摆这样摆，就不让你脱离这种状态，是不是很痛苦？当然也有情况就是这个状态是好的，我在好的状态徘徊，但是也让人受不了。反应就是这种状态，想到反应就是子化午，午化子这种反应，大家想想那个钟摆就知道了。生病也是这样，生病就是生病在钟摆的这种状态，或者说你官职就是在古籍徘徊，出不了古籍，就是在那个地方摇来摇去，荡来荡去，这是反应。还有浮盈，浮盈是什么意思？浮盈就是动爻和化爻相同，子化子，寅化寅，就是两个地支是一样的，两个地支一样叫浮盈，就是没有变化，始终没有变化，就是你这几年你病一直在这么病的，没有反复，一直是这种状态，一直是病的状态，一直是小鼓掌的这种状态，婚姻呢不好，一直在不好的这种状态，没有任何变化。浮盈也是，反盈浮盈都是很痛苦的事情，所以碰到浮盈反盈，刚才讲的一个是钟摆摆来摆去，反盈就是钟摆，事情没有办法突破一个格局，浮盈就始终如此，就一直处在这种状态。如果这种状态不好的话，那就是很痛苦。浮盈反盈，浮盈反盈都是冲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缝合，合会破冲嘛，这个以后再讲。反盈外还有浮盈及动爻和化爻同。